大家好，我是 AI 班刘宇伦。那我们今天就是再请到静姐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怎么样，就是使用 Google Trends 来看一下，就是目前不管是跟疫情或是跟我们这些新闻，就是这些政策的一些热度的一些的趋势分析哈。那 Google Trends 是来做，就是用 Google 的搜寻的关键字，就是的 log，然后去做出来的一个资料集，然后可以看到说。大家就是可能在这一天内，好，那按照不同的那个地方，好，那可以去最常搜寻的就是关键字是什么，然后它会有一个权重，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静姐来帮我们讲一下。喂，大家好，我是 AI 班静姐，这样有声音吗？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Google 的一个叫 Google Trends，它是对 Google 搜寻的趋势统计的一个Web 这样。那这是今天的大纲，会先讲一下传统对于趋势的重点，然后再来是使用 Google Trend 来做自动化这样子，然后会带一个实际的案例，对，然后最后是延伸的应用。那首先是传统的观察，比如说疫调或者是问卷调查的话，通常会耗费一些时间，可能快的话是数周，久的话可能是好几个月。那对于一些即时性的资讯的话，可能会错失这个黄金预警的期间。那另一个是说，比如说人工发送问卷去调查的话，那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 bias 偏好，所以样本偏误会比较高一些。那或者是面对人对人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有时候会对调查员有一些压力，所以可能会谎报一些数据。那再来是做这些调查通常会比如说建设一个调查系统，或者是印一些问卷，会耗费一些人力以及金钱以及时间。那最后是比如说突发的疫情的时候，这些及时的资讯往往没办法马上的收集到，那缺乏快速反应的这个工具。那刚刚讲到那个 Google Trend， 它是针对 Google 搜寻上面即时的一个统计数据，所以每个人在 Google 上面搜寻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通常不会有所顾虑说这会不会被别人发现，所以上面可以反映最真实人们最真实想要查的东西，或者是他们会担心的东西，这样子不会有所顾虑。那再来是说Google 搜寻很方便，所以当大家都在流行某一种话题的时候，就会马上拿起手机去查，所以它的延迟性几乎是没有的，它是非常及时、非常立刻的。那数据几乎是不会有时差。那 Google Trend 还有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切换到全球每个国家的地区去看，比如说城镇或者是都市的搜寻热度的分布，那可以扩展到全球的应用。那这个是 Google Trend 的首页。那它这边有一个探索，就是可以输入我们想要查询的关键字，比如说伊波拉，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搜寻伊波拉，它就可以跳出伊波拉在我们设定的区域，比如说台湾的搜寻热度。那也可以透过反向搜索，就是我们不给它关键字，我们直接我 demo 一下。这个搜索是给它。搜索是给它关键字，下面可以跳出相对应的搜寻热度。那热搜榜的话，就是不给它关键字，纯看这个地区最近，比如说我设定24小时，最近24小时内的最热搜的关键字。像昨天三重听说是淹水，但我回家的时候是没有淹。那就有这种两种不同的搜寻方式。好，那介绍一下一些基础的用法。首先是这个不同关键字的比对，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像是这个是，我设定4月4号，今年4月4号到6月4号，然后查询不同的关键字是汉他、伊波拉、麻疹跟登革热还有流感。那下面就可以看到它有折线图出来，可以看到
这个蓝色是汉他病毒，差不多在5月初的时候，网络的搜寻度很热络。那这边需要注意的是，它的这个数值最顶峰这边是100，但它并不是实际的查询数量，它是经过标准化处理的相对数据，所以这个并不是实际查询量。那可以根据这个100来看其他的数据的相对热度，像比如说热度50的话，就是相较于这个最高点，它只占它的1半这样子。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说，如果热度是0，有时候是那个关键字根本没有搜寻量，那个就可能可以换一下关键字，或者是那一笔数据就直接不要参考这样子。好，那还有是说，像我们现在比较5个不同的关键字，我们是要在同一笔查询中一起去进行并行查询，不能分开查询，因为分开查询它的标准化的尺度会变，那这样就会失去它的可比性。好，再来我们换去看这2个，就是汉他跟流感在全球的查询趋势。这边我是选全球啦，所以可以看到蓝色的话就代表在那个区域，蓝色是汉他的搜寻量大于流感，那红色的话就是流感的搜寻大于汉他这样子。可以分析说哪一些国家的关键字，哪一个关键字比较占上风这样子。那也可以针对个别的关键字去看各个国家搜寻热度，像是汉它在这边的颜色深浅就代表它的搜寻热度，下面流感也是一样的看法，可以直接呈现各个国家对不同关键字的关注度这样。那在关键字 key 下去之后，最下方会有一个它的相关主题。相关主题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汉他，那我们知道他是从邮轮那边出来的，所以下面就会有其他相关的主题。那另外右边这个叫做相关搜寻，他们比较不一样。主题的话是了解说搜寻汉他的人还搜寻了其他什么相关的东西这样子。好，那这边有一个叫做人气窜升跟热门。窜升的话，它是看和过去同期相比，它的搜寻 person 有没有爆炸性的增长。那热门的话，则是看我们设定的区间内，它被搜寻了几次，所以这个是搜寻的次数。那它们2个会比较不一样。再来是刚刚有讲到的即时观测的这个热搜榜，最新的热搜榜，那它可以直接观察到我们设定的区域、国家还有时间区段内，网络的搜索量最高的是哪些关键字？然后右边会有它的折线图，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不那么热门了，或者是还正在高峰这样子。那我们后面的 demo 会拿这个来应用。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所有类别，这里其实有一个类别叫做医疗保健，所以我们可以针对医疗去找它的热门的关键字。那我时间拉长一点，过去1个礼拜热搜是乳癌，然后递减这样子，还可以及时观测到民众现在在想什么事情这样。好，那回来。然后再来是一些比较进阶的操作。要提醒的是说，刚才有说查关键字的时候，可以选择它单一关键字去查询，也可以选择主题。那主题的意思就是说，主题可以包含同义词，或者是它拼错字、打错字，以及它可以跨语言，像汉它的英文跟中文，我们只要选主题，全部都会被包括进来，还有它的缩写，所以主题跟关键字他们搜寻出来的那个数据会差很多。像右边这个红色就是主题和它的主题，下面是和它的关键字，那它的量会差非常多。好，再来可以选择要查询的来源，像是网站或是 Google 图片或 YouTube、Google 新闻等等。那要提醒是说，刚讲的主题。搜寻主题的话，你如果要比较别的关键字，一样要勾选主题，
不要一个是主题，一个是关键字这样，那它会比较数据会比较不一样，会比较容易产生误导。然后右下这个是我用流感的关键字去查，比如说2026、2025、24、23、22这样不同年度历年的搜寻资料，可以透过比较历年的资料，可以发现它可能会有季节性的趋势，像这个应该是5、6月嘛，5月的时候搜寻量暴增这样子。好，然后最下面这3个应该是比较少用。引号意思就是在你的关键字前后加引号，那它查出来的东西就可以直接包含前后可以包含其他的衍生字词这样子。那如果是用减的话，它就会搜寻 bot 的同时把 trip 砍掉，就是 搜寻 bot 不会看到有 trip 的出现。那也可以用加的方法，就是连级，2个关键字同时都要匹配到才会找出来这样子。这也可以用在中英混合搜寻。好，那接下来要讲一下刚刚的那个 Google Trend 怎么做自动化。那自动化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趋势爆发，像是比如说台北的某一区有老鼠，突然出现很多网络的热门关键字就会突然飙升。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已经建立好一个自动监测的流程的话，就可以直接捕捉到这个关键字这样子。那它也可以同时并行，抓不同的关键字，比起人为一个一个去审视会比较快，会快很多。那建立这个自动化流程之后，抓到关键字也可以把它做一些仪表板的展示，或者是对一些决策可以影响这些决策。好，这个是 Google 本身已经用 Google Trend 做的一个 demo 那这个 demo 是在比较美国各地的居民在网络搜寻他们的健康问题，像是癌症、心脏病这些的热度展示。左边这个啦，右边的话就是实际的发生率。像现在的话，左边是癌症的网络搜寻热度，右边则是癌症实际的死亡率。然后透过这样的比对，可以看出民众对这个疾病的关心程度，也就是搜寻量，跟它实际发生的几率有没有存在落差比如说有某些地区肥胖率很高的话，但是那些地区的居民却觉得说这样的体态是正常的，所以它的热度就会降低。那这样就代表该地区可能比较缺乏一些健康的意识。那公家单位就可以透过这些观察去针对特定区域去宣导一些医学的宣导这样子。好，那刚展示的这个是使用 Google Trend 自动化做出来的嘛？那因为 Google 官方目前的 API 申请比较麻烦，而且不一定申请过，所以找了一些非官方的 API。那这边简单比较一下，有3个 PyTrend、Surf API 跟右边这个。那费用的话都可以免费用了，但最右边的话，它有免费的额度上限，就是$1这样子。那连线的稳定度的话，这个 PyTrend 因为它是爬虫，所以它很常会被 Google 挡掉，所以它会比较不稳定。那右边这2个的稳定度是蛮高。那对于查询频率的来说的话，左边这个 PyTrend 一样是取决于 Google 的封锁机制。那中间是每小时50次，右边是每分钟250次。那以速度来说的话，是中间这个比较快 ，Surf API， 所以后面的 demo 会用这个 Surf API 做展示，这样。那 Surf API 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它跟我们刚展示的那个网站一样，它可以指定特定的类别，像我们刚刚要选医疗嘛，那也可以指定其他的，像财经、科技这样子，指定特定的主题去做搜寻。那也可以设定你想要的区间，像几个小时或几天内，那一样可以做那个地理区域的切换。那它回传的档案是 JSON 档，所以可以直接对自动化的程式导入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它查询也很快，2到3秒就完成。好，那注册这个就直接进网站去联动你的 Google 账号就可以，然后好像要手机验证。对，然后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到它的仪表板这边会有你的 API key， 就把你的 API key 复制起来存好，那用在以后你想要的应用的程式里面这样。然后右上方是有你的查询用量，查一次这边就会跳一次，每个月的免费是250次。好，那要展示的是即时串流的疾病监测的仪表板哦。流程架构大概是这样，我们会先将 YouTube 的直播或者是影片，当然也可以延伸到电视台的新闻画面这样子。那将影片输入进来之后，我们用 OCR 影像 OCR 就是对它进行文字的辨识。新闻下方或者侧边上面通常都会有一些文字条，可以对那些文字进行辨识。辨识出文字之后呢，我们会去先讲这个第3步，会有一个静态常驻的关键字词库。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台湾常常会有很常会有是腹泻，那这个词库就会常驻在那边，永远包含着腹泻。那另一个动态词库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原本没有伊波拉，那我从 Google Trend 抓到这7天内的最高的热搜是伊波拉，那就会在这边动态把关键字加进来，所以会有2条关键字的路径。那对刚刚 OCR 辨识出来的文字去做关键字匹配，那如果刚好匹配到的话，我们就把它抓出来在仪表板进行展示这样子。接下来是逐步的展示，这里是 YouTube 的新闻直播截图，那这是 OCR 辨识的结果，就是 OCR 辨识出的文字，我们后面再对它进行关键字匹配这样。好，这个是我用 Web 版去查询的一个截图，那它跟我们用 API 查回来的关键字会是完全一样的。然后这边设定的是台湾过去7天，还有类别是医疗保健这样子。那它会跟常驻的那个关键词进行结合，那系统就会同时匹配我们人工维护的那个原本常驻的那个关键词清单，以及 Google Trend 抓回来那个清单。那这个是自动侦测之后的结果，像这个画面它侦测到死亡，就是关键字里面有死亡，那它就把它抓出来这样子。好，然后最终的仪表板展示的话，就是会像右边这个样子。这个是文字云，那它搜寻度越高，字体会越大，所以可以看到我刚找的影片是针对伊波拉的，所以当然伊波拉的匹配率会很高，所以它伊波拉字体会特别大这样子。那可以看好，直接看，这个是它的仪表板。那右边就可以看到说，我命中了伊波拉的关键字几次，那它是从哪一个来源来的 ？Google Trend 就是我们动态加入了。那比如说重症就是旧的那个关键字里面就有的这样子。然后下面可以看说，比如说这个伊波拉，它是侦测到这一区域，然后判断这一张有这个关键字。那这边也可以看说，原本既有的关键字有哪些？这边设定很多。那透过今天查询，刚刚查询的 Google Trend 的热搜有加入哪些？分别是谁？像刚加入的伊波拉，在哪里？在这里，这就是刚 Google Trend 即时抓出来的热搜关键词，这样。好，然后最终就会呈现在这个首页。好，那衍生应用的话，除了刚刚的仪表板展示哦，监测那些网络的搜寻热度，也可以为比如说防疫的政策做一些指标，然后去
去动态的去分配，比如说哪一区要多给一些防疫的资源啊，提前准备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在疫情期间，比如说民众对口罩的搜寻率飙升，那在实体店面缺货之前，就可以先捕捉到口罩快被抢光了这个趋势这样子。好，那结论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主动的去数据中去找一些趋势的答案，不用透过收集或者是统计报告出来才有点后知后觉这样子。那也可以透过自动化去抓取，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晚上可能有一些人还会查一些关键字，那自动化流程就可以24小时去帮你侦测这些热搜的关键字。好，我的报告以上，谢谢。谢谢静姐哈。那个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她。那今天静姐做的这个事情是其实是结合2件事情。那一个是就是但是主要是就是一个是看这个疫情跟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那个先驱的关键字可以帮助这疫情的侦测。另外一个是看这个疫情的热度。那所以在那个疫情中心这边大概在早期的时候是有跟公关室下面的媒体室媒体室是在林森的7楼这边。然后他们一个同时都要看网络报纸，然后也要看电视有出现任何的关键字的时候就要通知给议程。那所以那时候早期的时候就是有用自己开发的这些 AI 的模型去帮忙做这个就是这个电视新闻里面有提到一些重要的一些防疫关键字。但是因为那个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模型，所以全部的程式都要自己写那刚才静姐示范就是说，那以现在来讲说，假如同样要用就是 AI 来帮忙去看这些电视然后跟帮忙做这些关键字的侦测那刚才因为细节上面并没有时间去讲那么多，但是就是你可以接到一个就是一个新闻频道的 YouTube 串流之后呢，然后你给他设定说，我这个多少时间点去做一个截图那我也就是比如说我1秒钟去截一次图，然后这个时候我交给 OCR 的那个模型去做辨识，那之后上面就可以取出它上面有的接字。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依据我们事先定义的这些关键字的那个类别，然后就可以去整理出来，或是说从 Google Trends 这边就是去取得。那另外一个就是 Google Trends 是它早期的话是最早是用来那个就是跟工位上面比较有直接相关的应用是那个 Google Flu Trend 就是 Google 说曾经是有来拿这个 Google 的搜寻的关键字来看看说是不是可以比传统的这种定点医师监测更早知道说这个流感疫情的爆发但是它有好处也有坏处那可能就是因为监测资料就是需要靠民众去就医才会知道，那可能民众的一些行为，譬如说先去药局买药，或者先去买口罩这些的，或是说自己去查询说，流感要怎么治疗，或是我感冒了怎么办，这样子的一些查询可能会早于说他去就医这样子那所以可能会比那个传统的监测会早一点点，但是呢，接下来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这个疫情的时候，那大家每个礼拜一都看到那个 EIC 在报这个疫情会有高高低低嘛所以我们不会只有干预说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出现，而是想要知道说它的趋势是那个变成什么样子。那所以那个 Google Trends 里面就是会将这些的查询的加以那个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个加权详细的话他们有一个 paper， 但是我们这边不细谈。但是就根据这个加权之后的，它就会有一个趋势。那这个趋势呢，是不是可以对应到说那个我们实际上的监测的资料了？那这是在早期研究就发现说，有些时候会有一点困难，因为这些就是 Google Flu Trend 的组成的这些搜寻的关键字，就是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涵盖到说全部流感相关的查询，所以有些时候那一开始很准的时候，那比如说可能是 model 比较是
overfitting。那但是当它有一年的时候，流感突然间变得严重的时候，那就发现说大家查询比较都是重症的相关的表现的时候，那它的趋势就有点就变得有点就是那个 underestimate， 就看起来是趋势看得比较低。那也有可能说，那这个趋势是因为一些就医行为改变或是查询行为改变导致说有一些变化。但是总而言之，譬如说你刚才讲就是这个汉他病毒的这个搜寻热度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可以至少说可以反映出那是那个民众目前对这个议题的关注。那包括说有些时候是说，那依据它的就是事先定义的类别，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医药相关的查询，那有没有说突然间哪个东西突然间冒出来？那假如说万一是跟我们疾管署有相关的时候，那就可能要看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好，那因为有些的那个搜寻，可能大家会想说，是不是有机会说，那我那个从那个就是那个Google Trends 里面去找到，像说这个腹泻群聚啊，比如说可能我去哪家什么那个，比如说之前什么食天堂的之类的，什么吃完之后拉肚子，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这个人数通常是来自于一个 Google Maps 的一个就是 comment 那所以这个资料呢，就是目前是并没有被那个 Google 去那个就是可能那个 Google 的那个就是这些 Maps 的评论没有在被收入，所以可能这个地方资料我们也没有。但是等到说大家开始查这些腹泻的那个开始就是这个查询次数变多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时间差，可能会有差到1天到2天。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拿这个来侦测群聚？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但是另外一块就是说，可能也许之后我们有机会讲说，那是不是其实宫颈医师也有做过一些研究，那是不是有机会就是像说，我们常常就会接到新闻，就是说，哎，在那个这个 Google 的那个就是开始有出现那个某家餐厅出现很多就是一星的负评啊，或是很多负评说啊我吃完了什么什么，然后之后去拉肚子啊，这些资料呢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变成是一个更前哨的一个资讯只是说，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是一直去盯这些餐厅的评论，那所以大概今天这个就是说，我们用几个方式去示意说，除了传统的这种就是那个就是监测的方式之外，那一些非传统的监测资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其他传染病相关的一些面向。大家有没有问题想要询问静姐？我讲太多。那个，假如大家没有问题，那有问题可以留在就是我们的那个 Oasis 咖啡上面。好，那下礼拜的话，就是我大概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上个礼拜去南投，就是有大概就是去上课，然后有学到一些怎么样用一些就是过去我们用 design thinking 的方式去做一些问题的聚焦。好，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一定是说既然是 AI 班来讲的话，就是一定会用到一些 AI 工具来帮忙你做 design thinking 那所以大概就是会把这样子一个方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就是下个礼拜再请大家准时收看。